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會特別來關心到是美軍被伊朗給打怕了，基地西遷被革命衛隊趕出了波斯灣嗎？這個時候，卡達也打臉川普，阿曼則是轉向。今天會來關心，包括了荷姆茲通行得先問德黑蘭了。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我們先歡迎來賓到場，前立委孫大筌委員，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還有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記得先幫我們的影片按下讚。那麼，觀眾朋友如果希望跟我們互動的話，可以在留言區一樣的留言寫下思敏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今天呢，我也會一一的回復大家的這個訊息，並且呢，可以告訴我們說你在哪一個城市，然後按下熱推薦。再次的提醒觀眾朋友，從今天開始，7月1號開始呢，我們環球大戰線的主頻的頻道的會員頻道已經正式的開啟了，歡迎觀眾朋友按加入來一起加入，在這個會員頻道當中可以享有更深入的而且更快速的解析，並且還會可以享有直播 Q&A 等等的特別福利，歡迎觀眾朋友一起來加入。今天先來關心到這一場的美伊戰事，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首先第一個，美軍的前高層在這個時候開始示警了，說，我們在中東的基地呢，不能只是照現在原來的基地來做設置了。必須要做一個很大的重整，因為呢，現在美軍基地等於是淪為伊朗的一個打擊的靶場了，代表美軍在區域的優勢已經受到動搖了嗎？第二件事情來看到的是，美軍之所以說這個基地可能要被迫後撤或者是西遷的原因，就是因為伊朗的飛彈射程現在是已經可以超過4000公里了，再加上大家現在在新關注說，很多款的中國武器的供應鏈可能在介入伊朗來使用。所以美軍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調整嗎？這是第二個問題。第三件事情，我們來看到就外交面來看，伊朗拒絕跟美方的高層談判，而且在荷姆茲海峽這邊掌握了許多的優勢，包括了這個分段的航線，跟它開始要收取服務費，全球航運能源秩序會被重新定價改寫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首先來關心到的是，美軍真的被伊朗打怕了嗎？這一次呢，其實我們看到它不是自吹而已了，伊朗，而也不是外界所說的陰謀論，因為是連美軍的中央司令部的前指揮官小麥肯錫他自己親自的來做示警了。他特別說到是美國在中東的基地部署必須要全方位的調整。他怎麼說的？來看細節。他說，沒有任何腦袋正常的人會把中央司令部前進總部設在離伊朗只有160公里這麼近的地方。美軍應該要大幅的把我們的基地呢向西大幅的散開去做調整，這樣子呢，伊朗才會更難發現我們的基地，也更難做打擊。原因是因為你離它太近的話，不就變成了伊朗的這個箭靶了嗎？再來，我們來看到華爾街郵報也正式的做了披露，說近期美軍之所以害怕，就是因為伊朗多次的透過它的飛彈跟無人機，朝着美軍位在巴林的海軍基地來做攻擊，已經造成了當地不管是在指揮中心、它的通訊設備以及多棟建築都因此受損了。來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統計，伊朗已經重挫了，包括了15座的美軍基地，從戰爭爆發到現在，228處的建築跟設備都因此遭到損失，所以小麥肯錫才會認為說，這個基地呢，我們趕快向西移吧，或者是做一個分散性的一個部署。但是問題是，剛剛提到的嘛，伊朗的飛彈射程4000多公里，美軍能撤到哪裡？大家也在質疑，難道撤到歐洲去嗎？還是乾脆整個退出波斯灣呢？今天就這個議題，委員怎麼看？對，我想其實這就是地緣政治的這個關鍵問題了哦。什麼叫做地緣政治？就是地理位置決定了一切哦。那麼美國距離中東距離西亞的地區實在距離非常的遠哦。那麼因此過去長時間美國在介入中東地區的相關事務的時候，大部分都是靠它在中東海灣國家內部所設立的這個各式各樣的軍事基地哦，他用這樣的一個軍事基地來做他的兵力投射，然後來加強他對整個中東地區的這個掌控跟影響力。這是過去美國在中東玩的遊戲哦，就是說美國不可能每一場戰爭都從本土拉個部隊到中東來，這個光花時間就要花這個數週甚至幾個月的時間了。
那麼因此，過去美國是高度的依賴哦，它在波斯灣的這些海灣國家的所設立的各式各樣的海空軍的基地。但是沒有想到，在這一次的這個美伊戰爭的過程當中哦，美國傳統的基地的設計跟這個傳統的這個防禦的這些設備哦，被伊朗的這個不對稱作戰的模式給徹底的擊垮了。那麼我們看到伊朗用很廉價的導彈去消耗掉了這個美國在中東地區各個基地或者是前哨的這個雷達站所部署的這些防空飛彈系統，通通把這個防空飛彈給耗盡了。他們用廉價的這種飛彈去換了這個美國相對來說價格極為高昂的，不管是愛國者或者是薩德的這個飛彈哦。那麼這對美國來說，這個根本就是一筆不划算的賬哦。那麼同時呢，你會發現說，伊朗還用了大量的自殺式的無人機，然後來攻擊，用飽和式的攻擊來攻擊美軍的基地。所以美軍的基地其實傷亡相當慘重啊，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個15座基地，228處的設施都被擊毀。美國國防部並沒有承認哦，這是美國自己的媒體用了這個其他民間的衛星的影像圖片去比對的哦。就美國國防部從頭打到尾哦，他到現在都沒承認說他有被打得這麼慘的，因為他覺得他講不出來。那你更不要提說美國的媒體最近才公布了另外一個，光是在今年3月1號，一架這個伊朗的自殺無人機去攻擊了美軍在科威特港口的一個工作站，光是那一場攻擊就400人受到輕重傷。可是美國國防部當時怎麼对外說的？90%都是輕傷啊，結果明明都是重傷了，他通通都給你這個粉飾太平，把它變成輕傷了。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呢？因為這也是媒體踢爆的，這是美國 CBS 跟那個 The Intercept 這兩個媒體踢爆的。為什麼？因為受傷的官兵不服，官兵的家屬不服啊！就明明我是受了重傷了，你怎麼可以說我是輕傷呢？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們不難發現哦，就是美軍在中東不管是基地或者是美國大兵，其實在這一場美伊戰爭當中已經被打殘了，被打怕了。這種不對稱的作戰，接下來如果持續再發生下半場，美國依然討不到任何好處。而且就如同我剛才講的，什麼叫做地緣政治？地緣政治是今天是美國去打伊朗，不是伊朗去打美國哦。坦白講，伊朗反過來去打美國也很難打，因為很遠啊。對。那麼問題是現在是美國在打伊朗啊，他要千里迢迢的來打伊朗，當他整個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都不能用了，歐洲國家的軍事基地又不敢借他用，那麼問題就來了。那美國要怎麼做兵力投射呢？航空母艦嗎？航空母艦躲得比誰都遠，因為它如果太靠近了，搞不好也被當靶子了。那你說要用歐洲的這些國家的美軍的軍事基地來做這個長途的奔襲嗎？這個歐洲國家恐怕也沒這個膽，也沒這個意願把軍事基地借給美國。所以你說美國最後就算照他的建議，說我基地再往後撤，那又怎麼樣呢？你再往後撤，那你所有的這個兵力投射，你就要用長途奔襲，你要用加油機，然後你要這個接替式的接棒式的加油，才能夠攻擊到伊朗本土了。然後呢，伊朗就好整以暇在那邊等你。他的雷達現在看起來，也許這個外面我謠傳說，中國大陸也提供了他一些技術跟設備，所以針對這個逆中戰機，他已經有掌握的能力了。那你更不要提到其他的這些相關的武器，這些很廉價的監視飛彈哦。那麼這些防空飛彈系統都極有可能對美軍造成重創哦。所以其實坦白講，美國在中東是沒有任何的優勢，特別是我要強調的是，美國如果要做一個侵略者的角色，他在中東是沒有任何的優勢的。但是呢，他如果乖乖的不要當一個侵略者的角色，其實這一切都好談呢。對，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美軍千里迢迢哦來打這個伊朗，到底說他的基地今天如果西撤或後撤，真的有用嗎？等一下同樣的問題也特別來請教幹哥哦。那麼也代表說這個伊朗把美軍趕出中東地區了嗎？如果他真的做西撤或後撤基地這樣子的一個說法的話，再來就是說美軍他另外擔心的事情，還有就是來自於媒體的報道說，伊朗不斷的獲得來自中國大陸的武器。我們稍微看一下 CG 來看一下細節，伊朗獲得了哪一些來自於大陸的武器做支援？首先就以飛彈面來講，中國製的肩射防空飛彈，外媒推測它可能已經有提供給伊朗，可能涉及到上一次可以擊落F-15
這個事件。那麼再來就是防空系統了。伊朗的防空的低空能力之所以大幅提升，因為獲得了來自於大陸的紅鷹6跟它的前衛2。再來，中國可能還提供了伊朗包括的遠程的預警雷達，這一款是 YLC-8B， 可以用於偵測隱形戰機。美國情報單位也說呢，中國大陸可能有向伊朗提供見證者無人機的零件等等。這樣子看起來，這一波這個美伊停火期間，是不是伊朗或許有向中國來請求幫忙做武器上面的支援？哪一款武器現在就以戰爭來說是最具有急迫性的？那幹哥又怎麼看？好，我們現在看啊，就是說，其實啊，伊朗到底是得到了多少我們中方的支援？這個說一句實在話，不能講。那衛星影像呢，不會告訴你，但是有沒有？我跟你保證，絕對有，而且很多。為什麼呢？因為伊朗在這種高強度的作戰底下，如果沒有得到相應的支援的話，伊朗多半撐不下去的。所以不管是飛彈、肩射式飛彈、長程預警雷達等等，一定有某一個國家在支撐着它，在支援着它，否則怎麼會打得那麼準？這5個字，這美國專家講的啊。他說打得其實很準。為什麼很準？因為從伊朗公布的高解析衛星影像上面來看，你可能看一些照片，你會發現說有一些是什麼？有一些是挖地坑的，挖蘿蔔的，你知道嗎？就是沒有命中目標。也就是說，有一些飛彈，你或者是無人機，你打美國的目標的時候，可能沒有擊中，那但它就會造成彈坑，會造成的一些損害，不是主要的那個目標的損害。你從衛星照片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他說沒有，我仔細看了，沒有幾個挖地坑的，所以代表什麼？伊朗打得很準，打得很準代表什麼？代表情報做得好。情報做得好，誰給的情報？誰給的設備跟資訊呢？那就想想看，一定是中國。中國在這邊幫了很大的忙。那除了這個東西之外，我們就再來看，你有多達15處基地被擊中，你有200多個目標。你知道他們後來撤離的那個美軍的人員怎麼講？他說：“你知道嗎？我們上個禮拜我們還有家庭聚會，還在那邊打橄欖球哎。哇，好在我們先撤了。那是這個禮拜打的話，不是就被飛彈打到了嗎？對。很多千鈞一髮的事情，美軍現在都不公布。為什麼？不能講，講了就沒有士氣了，怎麼可以講？這就有點像我們曾經看過的好萊塢電影裡面，就是那恐怖攻擊。其實美軍在沙烏地阿拉伯啊，不管巴林啊，還有卡達很多基地，他是攜家帶眷去的，你知道嗎？他攜家帶眷的時候，有時候他們到了周末這個都會辦那個什麼露營啊，或者是什麼懇親活動啊，烤肉。我跟你講，那個就是最好的攻擊時刻。伊朗他自己本身的情報工作做得非常好。如果你有看《巴黎情報局》這個影集，你就知道伊朗的反滲透能力是最好的。他們吸取了西方的經驗，所以他密布了什麼？他還有就是說你現在所有的 AI 的進步，伊朗他全套他都有。為什麼？因為西方的那個情報專家早就跟你講說，在阿拉伯世界裡面，伊朗的情報員是最強的，是最強的。所以說大家就知道說，今天如果說巴林的美國第5艦隊基地被擊中了那麼多個地方，那現在準備要把它搬走的話，要搬去哪裡？有個人又出了餿主意，說乾脆搬到以色列去最安全。你搬到以色列去，你知道距離那個地方多遠嗎？1000公里哎。那有什麼用？以色列有沒有深水港、海法港？它不算是深水港。你只有巴林這個港，才在荷姆茲海峽周邊有它的戰略意義在，不是說搬就搬。何況巴林的基地，美國已經用了30年了，不是說今天要搬走就可以搬走，所以根本無處可搬，美國也不可能搬。但是如果巴林的第5艦隊基地還要在這邊繼續下去的話，我可以坦白講，到時候一定又會被再攻擊一次，到時候川普你的臉就很難看了。
好，這個是我們看到在這個伊朗的強勢的這個態度攻擊之下，美軍他恐怕會來調整他的美軍基地。再來就外交面，我們也來看到說，是不是美軍現在美國方面也是吃癟呢？因為最新消息是來自於川普的女婿庫許納跟這一場戰爭的談判的特使魏科夫，他們終於是抵達卡達了，要來展開說他們白宮稱的高層級的會談。結果呢，沒有想到這才放話說完哦，結果伊朗的高層是強硬的否認說沒有啊，我們沒有要跟美國的任何高層會面啊，連卡達也都出面否認說有這一場美伊的會談。再來就是荷姆茲海峽的掌握度了，現在是不是牢牢的掌握在伊朗的手裡？因為現在呢，其實分3個層面來看，海峽分成3條航線。CNN 說的，北部現在幾乎是由這個伊朗來完全掌控，中部是傳統的國際通道，那南部現在是阿曼海域，是由阿曼、美國跟國際海事組織來做協調的。但是也看到最近哦，這個荷姆茲海峽很不平靜，包括了說長龍的貨運它遇襲，還有商船通行量下降等等。阿曼提出了乾脆未來就來徵收這個服務費吧。所以是不是未來有關於荷姆茲海峽這邊的通行狀況都得要經過向伊朗來做申請呢？再來我們講到了庫許納跟這個魏科夫，說要跟伊朗談判遭拒絕，老師又怎麼看？袁老師，這個我們通常有一句話，談判最忌諱心急啊。我們中國人說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啊，意思的話呢，美國現在談判剛好是派出了這個庫斯塔跟魏科夫啊，以為的話呢，這個成績很高，一個是他女婿，另外一個是他原來的金主，但是呢，伊朗呢看得很明白。伊朗為什麼看得明白呢？因為呢，為什麼這個川普會很心急呢？因為他國內有3重壓力。第一個的話呢，就是說是他們在參議院投票啊，他已經輸了，這個戰爭要趕快結束。第二個，這個民意調查一直下跌。第3個的話呢，就是原來的這個MAGA的支持者啊，就會發覺說，MAGA他以前罵拜登啊，罵奧巴馬，都罵別人那個親戚戰端，他現在搞了一個這個偉大不掉的一個戰爭。所以說這件事情的話呢，對伊朗來講啊，伊朗啥事都不用幹，就是你要談我就打，你要打我就談啊。這伊朗倒過來了，現在美國顯得很被動。你要了解，美國很被動的主要原因就是說，你不能夠一方面要派了這個庫斯塔跟魏科夫去談，那同時的話這邊又講說要把你炸回17時代，那美國人就覺得很奇怪，他得不到國內的支持，而且剛剛的話呢，我们委員講的這個東西隔得非常遠啊。你美國的話呢，舟車勞頓，你不要講別的了，光是航空母艦停在旁邊，哪怕是1000公里外，都要花費很大啊。那麼現在對伊朗來講的話呢，最具有這一次這個戰爭沒結束的形勢，就是荷姆茲海峽的沒有完全開放。為什麼？因為2月28號以前，荷姆茲海峽是完全自由通行的，根本大家不覺得這是個問題。而且整個東北亞的地區的國家，像這個韓國啊、日本啊什麼的，他們基本上都是把所有的能源的計算的方式，就很自然的認為荷姆茲海峽是安全的。好了，那這樣子的話呢，伊朗就要展現出來啊。我這邊強調哈，長榮的長利號被炸的這一件事情非常具有象徵意義。我剛剛聽到幹哥講哈，我覺得大概中共有做一點暗示啊。那長榮過去的話呢，你就不要客氣了啊，要不然到目前為止我們聽到消息就是長利號被炸啊，你就沒聽過第20號船被炸啊？那你說這個不是巧了嗎？啊，這不是巧了嗎？是不是？好，謝謝袁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